哎，看看我的宝贝土豆都长芽了都。有好多朋友们呢，一看见这个土豆长芽，就肯定要跟我说了，静姐你最好是别吃了，吃了以后对身体不好。其实我觉得啥事儿没有，因为我们从小在农村长大嘛，像这几天呢，村里头真的什么菜也没有，几乎天天都是以这个土豆为主的。所以说呢，直到现在我都有一个毛病，什么菜都可以不囤，但是绝对不可以没有土豆。把这个芽子先给它抠掉。我觉得我爱囤土豆呢，这个也是个毛病。土豆芽呢已经和好了，土豆呢就是我家餐桌上的一宝。今天呢我就用油面和土豆再给大家分享一道内蒙的美食，而且现在呢在我们山西这边也是特别畅销的，尤其饭店里边。先给它削了皮。土豆削完了以后呢，我们先给它洗一下，然后切成薄片，大约1公分厚吧。然后把这个切好的土豆片给它均匀的摆到笼屉里边，盖上锅盖，找一只小碗，码上1碗油面。好多朋友买油面呢不会买，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市面上卖的那种油面呢，几乎都是剥了皮的油面，看起来比较白。如果在那个产油面的产地去买呢，可能有那种手工的不扒皮的那种油面，就是比较黑一些，但是那个味道要比我们从粮油店买的要好。1碗油面，然后1碗开水，这个大家按量去做就可以。就用筷子搅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这会儿呢，温度已经稍微的凉下来了，现在就给它和起来。和面呢也有要求，盆锅面锅手光，这样就和好了。好了，油面已经和好了，现在准备动工。今天呢，我要做的纯手工的油面，第一次做，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大家千万别笑话我。先把刚才我揪好的这个剂子呢，给它均匀的揪下来2块，然后呢一个一个来搓。其实刚开始呢，我是想挑战2根，但是不行，2根做不了，就用1个剂子，然后来搓1根吧，粗细不太均匀。你看，就这个样子。想搓的粗细均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走一步过关，但是我已经搓完了，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杰作。这个本来是要搓的细一点，结果呢我只能搓成这个样子了。不过大家看一下，就是自己用手工搓完的这个筋道的这个度是没法比压出来的要好很多。先把搓好的油面给它摆到这个笼屉里边。摆的时候呢，尽量是稍微的给它不要落得太厉害，差不多就可以了。和土豆一起，土豆放在下边，油面放到上边，然后一蒸，盖上锅盖。接下来呢，我们来切半个包菜，切的细一点。今天我们要做的油面呢，里边也需要这个包菜，然后把切好的这个包菜搁到一个盆里。切好的包菜里头呢，我们给它加上一些盐，杀一下包菜里的水分，用手把包菜和盐给它拌匀，然后杀个半个小时左右吧。菜杀好水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用清水给它淘洗一下，然后把水分转干。现在开始打火蒸油面。油面呢，一般是上了大气以后蒸10分钟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准备一些配料。小葱切葱花，切好以后的葱花呢，我们装到碗里备用。然后再来点香菜，香菜切好以后装碗备用。然后再配上2瓣大蒜，大蒜剁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这油面蒸好了以后呢，它会散发出那个油面的香味儿。现在时间也到了，我们的油面也估计也熟了，我们看一下盖儿。
己用手搓出来的就是筋道，口感和那个压出来的不一样。先把这个油面端到这边晾一下，土豆也熟了，好了，可以出锅了。蒸好的土豆放到盆里，土豆呢这会儿有点烫手，等会儿呢我们戴个手套给它捏碎。趁着凉土豆的功夫呢，我们可以先把油面给它撕一下。好了，现在油面已经撕开了，土豆也凉的差不多了，然后用手给它捏碎，就捏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不需要捏得太黏糊。然后呢，把我们淘洗完的这个原菜给它放到里头，下面呢再把撕好的这个油面给它搁里。所有的配料准备好了以后呢，我们要烧个油了。我们一般呢都用胡麻油来做，因为胡麻油比较香。趁着烧油的功夫呢，我们先给它调个味儿，先来上3勺盐，来上1勺味精，然后来点山西老陈醋，再来点香油，再来点生抽。油稍微热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它放上几个辣椒。辣椒籽儿变色以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油给它浇在油面上头，然后再把我们的蒜末、小葱、香菜给它搁到里头。这会儿所需要的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油面、还有菜、土豆全部给它拌到一起，拌匀了就可以了。别说这个油面呀，还是手工做出来的好。我们下手抓拌的时候呢，不要用死劲儿，轻轻的拌起来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油面呢，已经做好了。给大家赶紧看一下静姐今天的佳作。手工油面就是筋道。像这种油面呢，真的是百吃不厌。有好多人都不知道油面是啥东西，那你可真的是没有口福。有好多朋友们呢，可能看见我做的这个美食呢，又要问了，为什么你做凉拌油面的时候里边不放点黄瓜丝？其实静姐最爱吃的就是和土豆泥儿放到一起的这个凉拌油面，因为它可以吃出我们小的时候的那种味道。其实像这道菜呢，如果在饭店里边点一大盆的话，估计也得好几十块钱。我们在家里边做呢，又实惠又美味，而且特别的开胃，特别的解腻。它的食材呢特别的简单，而且我们在放的时候呢，里边调料也是特别简单的，就放了一些最原始的东西，拌出来以后就超级的好吃。有喜欢静姐今天做的这道土豆泥拌油面的，大家也可以在家里边试着做起来。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拜拜。